今天请大家欣赏一下我家的一棵室内花红掌。红掌也叫虎鹤花，它的英文名字叫 Pentas Palette。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它这个红掌其实是热带的花卉，但是让我很惊讶的是，它在我们加拿大这个苦寒之地，然后整天待在室内，居然开的也挺不错的。我这个花是2025年春天的时候一个朋友送给我的，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到11月份的时候，已经开了3茬花了。我现在这个屏幕上的这个视频是11月初它刚开第3茬花的时候照的，到现在这个花还在开。我等会儿会把现在这个状态再放上来哈。然后它这个花的话呢，就是我发现它有个特点，如果想让它开花的话，就不要浇太多的水。我刚开始的时候，当时是觉得这热带的花应该是比较喜欢湿润的，就生怕它干旱着了，就是经常浇水，然后它就开的不是很好，然后经常是一个花上来，然后完了是带着那种黄斑的，但是它也没有说产生烂根之类的一个情况。这一点就是和那个蝴蝶兰很不同哈。蝴蝶兰的话，你浇水一有不慎，它就是可能是会烂根，但这个的话它就没有。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有一段时期是第2茬花的时候吧，就是我当时比较忙，就忘了浇水了。后来一看，它自己窜出了很健康的几个花芽，然后开得很漂亮。我后来就是不怎么给它勤浇水了嘛，它就自己又冒出来了2个花芽。每次开花的时候呢，它是先长那个心形的叶子，就这2颗那个绿油油的叶子，它会先长出来，然后伴随着那个叶子，然后它再会长出一个花芽，所以它这个花和叶呢是成双成对的。这个也是挺有趣的一个事情哈。然后完了，它这个花和叶子的形状呢也都是心形，我觉得这个寓意还挺好的。如果就是2月份情人节之前，就是如果大家有心仪的对象想那个送盆花的话，我觉得这个红掌倒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它也很好养嘛。像我们家这个环境，虽然这个屋子是靠南的，但是靠近窗子的地区全已经给其他的花卉占领了，所以就只能是把它放在稍微远离窗户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每天的光照最多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吧，就说直射光哈，剩下的时候都只是一些散射光。然后这个也并没有妨碍它长叶子、长花。在施肥方面的话，我就是在它不开花的时候，就会每次浇水的时候施一点那个均衡的水溶肥。它这个不开花的时候，其实它这个盆土是很难干的，经常是差不多要3个星期左右才发现它这个有点干了才浇水。总结一下，就说这个花真是特别好养，我觉得是在我所知道的热带花卉里面最好养的一款了吧，应该是。首先它对阳光的要求也不是太高，给点阳光就灿烂。然后完了呢，水的它也要求不高，只要是你别让它干透了就成。浇水浇多了，它最多也就是那个花长得不是很好看，然后叶子可能是上面有一些黄斑之类的，不喜欢看的话就把它揪掉就行了。然后肥料也是一般的水溶肥就可以了。我觉得是比较好养的一款，最重要的是它不容易烂根，这个是太重要了。如果您和我一样，就是以前有过不成功的养蝴蝶兰的一个经历的话，会非常理解我说这句话的含义的。接下来这段视频是2025年11月11号拍的。这段视频里头就可以看到这个花它的颜色是变得更加深了，成了深粉色或者是亮粉色，然后花型还是很饱满，叶子的颜色也从浅绿色变成了稍微深点的中绿色。再接下来这段视频是2025年12月4号拍的，这个时候这个花已经开了1个多月了，然后这个花的颜色还是非常的亮丽，没有半点枯萎的迹象。然后它那个花瓣2侧微微的有点往下卷，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丝毫不影响它的观赏。叶子也是接近了其他的老的叶子的颜色，就比较深绿色了。又是几个星期过去了，现在是2025年的12月29号，这个花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还是精神抖擞。到了2026年的1月3号，这花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这个叶子和花已经长得分开了，可能是这个花梗长长了，把那个叶子给 push 到旁边去了。又过了1个星期，现在是2026年的1月10号，这花还是没有什么变化。我现在经常是从这花前面经过，就会稍微看一下，再给它拍几秒钟的视频。今天是2026年的1月22号，这个花终于有一点点的枯萎了。看见左边这个花没有？这个花的那个边边好像有点枯萎的样子啊！我都觉得自己现在有点变态，好像是老是盼望着这个花枯萎似的。今天是2026年1月31号，给这个红掌拍最后一段视频。因为已经拍了很多段视频了，所以以后就不再拍了。而且看这个花的现在的状态吧，就是2朵，有1朵还比较好，但是有另外1朵，就是从前几天拍那视频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已经有点那个枯萎的迹象了。但是离它这个花整个2朵都凋谢的话，我觉得至少还要1-2个星期吧。根据我的观察，这个花如果是开放之后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的话，它那个花期可能还会更长。因为这个花刚开始开的2个月左右的时间，它那个花梗比较短，所以那花老是在那叶子底下的。然后那段时间它那个花型和花色就保持得特别好，一点都没有发生就是说枯萎啊或者是晒焦的情况。然后后来它长着长着，那个花枝就长得越来越高，冒出了那个叶子，然后那个叶子就是遮不到阳光了，那个花就直接每天就是暴露在那个直射阳光，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吧。然后完了，感觉这个花的颜色就是后来就比较明显的，慢慢的有点变枯了。如果开花之后我把它移到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的话，那它这个花色花型到现在还是不会变的。最近逛周围的一个 mall， 看见他们也养了一小排的红掌，那个花开的也是很漂亮。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也都意识到了，这个花是真是为数不多的能在我们加拿大这个环境当中就能够很容易就养得好，然后完了在冬天也能开出颜色艳丽的花的这么一个热带花卉吧。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视频给您提供了哪怕一点点有用的信息的话，请给我点赞。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不妨摁一下那个订阅的按钮，这样子您就不会错过我以后新的视频了。谢谢，拜拜。